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胖叔，一个球迷，也是一个金融分析师。首先恭喜曼联做客安菲尔德2-1战胜利物浦，恭喜阿莫林首次拿下了英超连胜，也恭喜阿森纳暂时坐稳英超榜首。今天我们来探讨3个问题：第一，阿森纳为什么突然有钱了？第二，阿莫林英超场均1分，拉爵爷为什么不炒他？第三，胖叔到底是不是渣男？第四，10年高光黯然退役，黄月光、陶乃木老师到底算不算 GOAT？ 英超已经开赛9轮了，不知道各位球迷觉得目前为止哪个球队的夏季引援最成功呢？大家可以点击下方投票。那引援最成功没有标准答案，但下面这个问题就有标准答案了。有请弹幕猜猜看，这个夏窗英超哪个球队转会净支出最高？3、2、1，答案是阿森纳，净支出2.8亿，排名第一。那很多朋友猜利物浦的，的确，光是伊萨克、维尔茨和埃基蒂克3个人就316。但是利物浦买人虽然贵，卖人也不含糊。我们看德转的数据啊，迪亚斯7000万，努内斯5300万，宽萨3500万，所以最终净支出2亿6，排名第二。而阿森纳这边呢，卖人只有1000万，买人2亿9，那这还是德转把因卡皮耶算成了26年的引援，否则净支出要上3亿。那顺便提一嘴啊，有朋友可能觉得，这个切尔西的净支出0.1也太低了。那我们看看德转啊，买人3.39亿，卖人3.32亿。交易频繁的我截屏都要放不下了。更多关于切尔西的转会分析，欢迎移步胖叔的上期视频《基金经理切尔西》。那实际上呢，阿森纳不是只有今年支出多，过去3年阿森纳的4.7亿还是排在第一，红魔曼联4.5亿只能屈居第二。从18年以来的8年间，枪手10.2亿是6强投入第二多的，仅次于曼联。那想当年胖叔刚开始看英超的时候啊，英超第一、第二总是被枪手红魔包揽。如今时过境迁，爵爷教授都退休了，但是第一、第二还是没变，真是令人欣慰。那有些新球迷可能会问，阿森纳这么有钱吗？那以前那些老梗，什么温差签、最乙阵、麦队长、七存息，又是怎么来的呢？那这个问题问得好啊！阿森纳是如何从麦队长过渡到如今的夏窗支出第一的呢？难道仅仅是因为球场的债还完了吗？那我们先来看看阿森纳过去21年的转会净支出。那分析数据不易，希望大家给胖叔的视频点赞、投币，一键3连，爱你。2004年，枪手结束了不败夺冠的神话赛季，05年拿下了足总杯，随后的06年，枪手正式搬入了新的酋长球场，但被球场债务压得喘不过来气。7年转会净支出是负5000万，也开启了06到12年黑暗的7年无冠期。那当时的银行模型显示，阿森纳必须在5年内至少3进欧冠才能保证偿还债务。因此，作为借贷条件，银行要求温格必须承诺执教，以保证阿森纳的竞争力和还债能力。那教授当仁不让，一诺千金，排除万难，完成守望。多年后，教授回忆，陪阿森纳还贷那段时间是他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候。2012年，阿森纳的债务基本还清了，但是转会支出却还是很波动。因为存在主权争夺，阿森纳的2大股东长期拉锯，那这段历史很纠结。胖叔不是阿森纳球迷，就不敢瞎说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Athletic 的文章，叫做《克伦克 vs 乌斯马诺夫：阿森纳权力之争引发的10年迷失》。教授23年采访的一段话总结得很好，他说：“我很高兴当年俱乐部没钱的时候，我能陪伴俱乐部。现在俱乐部终于可以投钱了。只要有2个股东，投资就会有冲突。如果克伦克在乌斯马诺夫仍在俱乐部时投入大量资金，那么当他想回购那30%的股份时，价格就会高得多。因此他选择在自己拥有100%的股份后再进行投资。那最终克伦克终于在2018年逼走了乌斯马诺夫，完成股份整合，成为了唯一的老板。阿森纳这才进入了高额投资期。那总结阿森纳前7年欠债还钱，转会投入是负数。12到17年股东拉锯，5年转会投入2.5亿，平均1年只有5000万。18年至今高额投资，8年投资10.2亿，平均1年1亿3。当然了，阿森纳的崛起，18年的股份整合固然重要，塔帅自然也是功不可没。那最近很多论调就说啊，曼联还是要支持阿莫林，人家阿尔特塔在阿森纳的开局也不顺，如果阿森纳没有耐心，能有现在的复苏吗？朋友们，曼联要不要支持阿莫林另说，但是要拿阿莫林和阿尔特塔的开局做对比的话呢，他俩除了都姓阿以外就没什么可比性了。无论是联赛前34场的结果，还是各项赛事前50场的结果，那这里可是算上了对阿莫林有利的欧联杯8胜2平1负的战绩的。其他几位呢，都只能说是开局不顺，我们这位可是保级表现。那这表现别说是曼联了，换成西汉姆和森林，主教练早就下课。足球我不知道啊，胖叔是学金融的，在我们金融行业，如果你雇了一个基金经理，不仅跑不赢大盘，而且选的前34个股票有17个都是亏的，那这样的基金经理你不但不开除，
而且扬言要再给他3年，让他证明自己是个好的基金经理，那就只有2种可能，要不然人是你的，要不然钱不是你的。那有朋友会说，拉爵爷可是曼联的股东啊，钱怎么可能不是他的呢？拉爵爷的确是股东，但是只是不到30%的小股东，他和大股东格雷泽之间利益既一致也不一致。那不一致的地方呢，就是教授前面提到过的道理，我拉爵爷替你格雷泽管足球，要是管好了，你赚大头，而且我要是想收购你的股票，反而更贵了。那我不如学学克伦克08到17年管理阿森纳的思路，说不定反而有利于我整合股份。只不过阿森纳的故事呢，拉爵爷看得到，格雷泽当然也看得到。前一阵拉爵爷刚放话要给阿莫林3年，第2天就出来了一个新闻，说格雷泽出让股份的合同里有一个条款，大意呢是25年8月之前，拉爵爷有格雷泽股份收购的优先否决权，但是8月之后，格雷泽可以接受任何外部报价，并且可以要求拉爵强制跟售。金融术语叫做 drag along， 就是直接拽着走。也就是说你不想卖，我也能硬拽着你卖。那简而言之呢，今年8月之前，拉爵爷还有话语权，现在开始话语权完全在格雷泽。那回头一看呢，当初拉爵入局，格雷泽对自己是做好了充分的保护。当初曼联卡在 PSR 上急需注资这种事儿，格雷泽又是肯定不干的，于是出让30%股份，请来拉爵，带资进组，解决燃眉之急。那接下来的裁员整顿都让拉爵操刀，毕竟英国本土球迷老双标啊，这事儿我格雷泽干就是王八犊子，拉爵爷干那我就护犊子。那拉爵爷当然也不傻嘛，现在曼联告别欧战，又张罗建新球场，哪都需要钱，你格雷泽不注资，那不就只能继续出让股权给我吗？结果现在这个 drag along 的条款曝光了情况也明朗了，格雷泽可以直接找新买家，完全掌握主动权。那不过其实拉爵也不亏，真有沙特金主进来买单，我全额退出，格雷泽吃肉我喝汤，大概率2年大赚一笔。那要是没有金主，那咱们就拖着嘛，不过就是克伦克 vs 乌斯马诺夫的照猫画虎嘛。所以在胖叔看来，拉爵爷嘴上说爱曼联，其实还是个商人，渣男。有朋友会说，你还好意思说别人渣男？最大的渣男就是你啊！你说曼联联赛赢1场你更1期，现在你都欠我们多少期了？那我们先来考大家一个冷知识请问从今年2月开始，过去的9个月里就是2、3、4、5、6、7、8、9、10 9个月里，一共踢了23场联赛，曼联一共赢了几场呢？3、2、1，好，公布答案，答案是7场。刨除上周记忆犹新的利物浦，前6场来之不易的胜利，我们简单盘点一下，是3-2后来降级的伊普斯维奇，3-0后来降级的莱城，2-0少打1人的维拉，3-2升班马伯恩利，2-1少打1人的切尔西，以及2-0升班马桑德兰。这6场硬仗，不是保级生死战，就是红牌拼刺刀，含金量是一场比一场高。好那么再来考大家一个冷知识，从今年2月开始到10月，算上大家正在看的这期视频，胖叔一共更了多少期？3、2、1，答案是9期。各位老公，擦亮双眼，到底是胖叔欠大家日语课，还是他曼联欠我们2场胜利？你们每次在后台骂胖叔是渣男的时候，你们知道我有多委屈吗？渣男到底是胖叔还是他阿莫林？那当然这还不是最气人的呀，最气人的是催更的没有人提足球或者曼联，全都是要学日语的。哥哥，学日语只是我们的副业，是个 passion project。我们频道的初衷是足球，是曼联。为什么胖叔要在这里巴巴的分析08年的阿森纳股权纠纷？那还不是因为曼联现在也开始股权纠纷吗？阿森纳的股权问题从08年折腾到18年，前后花了整整10年，10年的时间值不值得呢？从克伦克的角度来讲，那当然值得。10年僵局换来了阿森纳的全额所有权，那如今阿森纳的商业价值有目共睹。但从阿森纳球迷的角度来讲呢，老枪迷是眼看着球队从不败之师一步步滑向7年无冠的。那不少阿森纳球迷至今都认为，克伦克作为最大的股东，当初本可以做得更多。10年，我们球迷有多少个10年可以陪伴自己的俱乐部？前一个10年，我们一边写作业一边看球；后一个10年，我们一边带孩子一边看球。也就中间一个10年，可以一边搂着女球，一边搂着兄弟一边看球。那毕竟我们球迷不是商人，我们心中的俱乐部也不是商品。如果有的选，我们当然不会希望把最美好的看球年华葬送在保温杯和藤甲军的梗里。那如今曼联的股份整合呢，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拉爵爷今年72岁，也没剩几年了。坏消息是皇帝不急，你拉爵爷急也没用。这事儿到底还是格雷泽说了算。曼联真要再整10年，我们中年球迷可未必等得起了。
再折腾几年，时间和激情都不知道还在不在了。有朋友会说，你怎么那么消极呢？你的红魔 DNA 呢？你的 Glory Glory Man United 呢？实话说，我们中年人的生活中已经有太多的不如人意。回到足球，我们也希望少点愤世嫉俗，多点意气风发。但我这里分享一个小秘密，当你的主教练34轮拿37分，你是很难不消极的。有朋友会说，你懂不懂球？你知不知道阿莫林是5年来第一个连续2年客场战胜卫冕冠军的教练？那我问大家一个冷知识啊，上一次他客场战胜卫冕冠军2-1曼城是吧？转头回到主场面对伯恩茅斯，猜猜看比分是多少？0-3啊，伯恩茅斯是那个3。现在回到主场打布莱顿，人家对曼联过去5场4胜。你看看曼联球迷现在，难得安菲尔德赢球，不能好好的放肆庆祝一下，却要为下一轮主场对阵布莱顿担惊受怕，这样的绝望和无助，你们能懂吗？前几年胖叔就是觉得网上关于曼联的负面内容太多，才想自己做一个频道，给球迷带来一些正能量。结果现在呢，这个周中 TO 冠，阿森纳的频道聊4-0马竞，切尔西的频道聊5-1阿贾克斯，利物浦5-1曼城2-0，只有我的频道粉丝催我教日语。我教日语有瘾吗？我一个视频就20分钟，日语部分越来越长，我有时候写稿子甚至不得不删掉很多足球内容。看看我做视频这几年，曼联的战绩越来越差，自己的日语越来越好，我良心都有点痛。明明是个足球频道，但是每次花在日语取材的时间却比足球多得多，这样的绝望与无助，你们能懂吗？胖叔是个曼联球迷，我到底是足球频道还是外语频道？好了啊，上课铃响了，同学们回到座位，铃声可以停一下啊，再继续这个视频就过不了审了。那前面我们多次提到10年的概念，而就在这个月呢，出道10年的陶乃木老师啊，我们心中的黄月光宣布退役，黄金一代正式谢幕。小陶老师是业内难得的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如果每个艺术家都有自己的代表作，那在胖叔心中，小陶老师的代表作，男主角明明和小陶恋爱，最终却和另一个女人结婚。工作调动离开东京，时隔1年之后出差回来，忍不住给小陶发个短信，想请他来酒店见面。那没一会儿呢，就接到了小陶的电话。电话接通，男主小心翼翼地说：“喂。”电话那边小陶顿了顿说：“喂。”男主舒了一口气说：“好久不见。”小陶也顿了一顿说：“好久不见。”听听他的声音，犹豫又坚定，陌生又熟悉，真是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简单几句酥脆的台词，就让你感觉流年似水，旧梦重温。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不多时，小陶来到了酒店，方一亮相，百转柔肠。正所谓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庆。闲聊之际，男主说：“你好狠心。我那么多次短信请你来我的城市看我，你都不来。”小陶淡淡的说：“你都有老婆了，我干嘛还要去看你呢？”说得好，小陶老师，不光他的城市你不该去，今天这个酒店你也不该去啊！现在走还来得及。可惜世间最难是情难自已。随着守门员一声哨响，比赛开始了。中场休息的时候呢，小陶洗完澡出来，却听到了男主在和老婆打电话。是吗？那就直接去机场接嘛。那你要吃什么吗？啊？那什么店啊？在哪儿啊？是，那可以啊，可以啊。什么东京的伴手礼？好，我知道了，我找找看嘛。朋友们，你能想象小陶此时的心情吗？你能想象在更衣室里霍伦比赛完刚洗完澡，出来就看到阿莫林在跟谢斯科打电话吗？那男主注意到了小陶，匆匆挂断了电话，问他是不是生气了。我们职业球员哪敢生气啊？赶紧开始下半场比赛吧。那下半场比赛的时候呢，小陶的情绪突然崩溃了。他说：“你为什么要去见你老婆？”なんでもない。kissして。なんでもない就是算了，没什么。kiss して就是亲我。朋友们，情到深处无怨尤。球场上有靠经验的，有靠身体的，有靠天赋的，但总有球员能化繁为简，举重若轻，把最浓郁的瞬间做最完美的诠释。这种我们就会称之为大师。那有朋友会问，从业10年，小陶老师能算业内的 GOAT 吗？平心而论30年后你问我谁是 GOAT， 我们会说梅西和 C 罗，乔丹和詹姆斯，
三上和波多野结衣。但你问我谁是我的 GOAT， 我会说鲁尼、科比、陶乃木、小南老师、吉泽老师、松岛老师和苍井老师。今天的课就到这里，课代表发一下番号啊，我们总结一下课程要点。第一，这个世界错过了就是错过了，再好的桃花扇，你结个婚也只能是葬花银。出差在外别联系故人，有时间多给老婆孩子买点伴手礼。第二，渣男不值得，他要找他的塞斯科，你就去找你的拿波利。第三，我最爱苏轼老师的一句诗：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意思是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我们飞鸿在天。33场34分也好，布莱顿5战4负也好，此时此刻能在安菲尔德全取3分，我对阿莫林就只有一句话：なんでもない、キスして。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支持，希望大家给胖叔的视频点赞关注，一键3连，我们下次再见。